Roxy， 我们来圣诞吊饰第2弹，圣诞小礼物第2弹来了，是可爱的棒棒糖。其实它不限制于圣诞节啦，只是这个季节刚好是圣诞节而已。这个发想呢，就是正好看到了，就是我去日本的时候看到，好像日本小女生也很喜欢，就类似糖果的吊饰。然后回来我就看到我很久以前买的虾皮，然后有那个饰品袋，有没有？大大小小的这种饰品袋，然后非常透明，透明度非常好。然后我觉得还蛮好看的，然后想说如果我勾个东西什么放在里面，应该是效果还不错哦。然后还有密封，虽然最后都被我粘起来，所以我就想说那什么很可爱，棒棒糖好了，于是就设计了这一款，直接可以用，不需要再去裁剪，就是透明的那个透明布、塑胶布，直接用现成的非常容易购买到的小东西来完成的。好，这个饰品袋，我记得在虾皮小的一个好像才2-3块钱，就是这种这个很小的，然后各种大小都有。这个好像也不是最大，我还要买到更大的，只是更大的棒棒糖好像都不可爱。我自己是最喜欢这个 size 的。好，那然后你看，就是加上可以像现在小朋友喜欢痛包这样子，加上很多，也不是只有小朋友，年轻人都很喜欢，加上很多就是可爱的小东西，然后就可以变成挂在包包上，挂在任何东西上，很可爱的包挂或是吊饰，然后什么大小都可以完成。好，那需要准备的材料呢？首先，准备我们来先讲不是线材的部分，当然是要这个这个是选一个你合适大小的饰品袋，要不就是钩织品配合它，再不然就是它去配合钩织品了，看大家手上有没有，或是要自己喜欢什么样子的大小。我觉得太大的这个有点太大了，对，这个好像是对，这是我买的最大的袋子，对，就是这个大小。我觉得这个大小或是这个大小是我比较喜欢的，对，这个差不多这样子。对，然后要有饰品袋的部分，很容易取得，在虾皮就可以买到，而且它本身也很好用，我常常拿来装东西。然后打洞器，我们要把它打一个洞，让它可以吊起来。然后再来就是哩哩啦啦的这些东西啦，小饰品、小珠珠啊，任何可爱的自己喜欢的东西。应该是主题既然是棒棒糖，那就是要有点像糖果的部分。好，那除此以外，还需要一根棒棒糖的棍子。这个在烘焙用品店会有，或者大家可以自己发想，可以用比较好一点的木棍啊，或者是用纸卷成纸轴。那这个是蛮方便的，因为棒棒糖棍子在那个烘焙用品店一包好像几十块，100根。好，那如果材料都 OK 了，我们就来线材的部分哦。线材是任何大家喜欢的线材。粗细和样式应该都不拘，然后我自己最喜欢的这个尺寸，大概是用2.5米的钩针，然后用上一集像是我们圣诞树这一种粗细的，就是偏细的棉线完成的。然后如果是3米左右的钩针，这一颗是 baby 夹，baby 夹的大小。勾起来会是大约这样，手上没有尺，没有办法量之后再补给大家好了。对，大概是这样子的大小，稍大一些，大小比起来大概就是差一个规格。然后我今天去台南访的大创。很开心的发现，原来我们也有开始卖钩针了。毛线其实之前好像有，是加减都有看到一些，但是钩针就是之前都是很多人在虾皮会请日本代购，或是自己去日本的时候会去看看，对不对？我这次自己去日本的时候，
我没有去大创，我去 Celia，他们也是另外一个很有名的百元店，然后我也有购买几支钩针送朋友。结果今天在大创看到钩针了，虽然我有一大堆钩针，但是忍不住就买了2支来试试看。然后我们等一下就用这个来实测毛线，大创的这个毛线，因为它颜色很红，啊，我觉得好像比我的 baby 家红，所以我就决定买看，然后我们来教学，顺便实测。好，我刚刚试过，我觉得7号的钩针差不多。大创的钩针它是软柄的，看这边，它算是软柄的钩针，也没有很软啊，是质感上跟我常用的是广岛。然后质感上差别是，你看大小有一点点差别，它比较大只，虽然针号有点不一样，但是我看一下应该通常都是会一样高的，所以广岛都是偏小只的，身高大概差了一点点。然后不过我觉得还不错的是，它至少是整根到底的，然后到底都有整根是硬的。钩织的过程中也没有像我之前教学时买过录制的，它勾一勾会整根一直跑出来，所以一直跑出来那我真的不能接受，跑出来然后就会转向啊，就不好用了。这个目前是还蛮稳固的，然后它50块嘛，所以差异我觉得啦是在它的那个钩针金属的部分抛光的不是很足够，所以它稍微偏粗，所以勾起来没有那么滑。然后再来就是钩针尖端的部分，好，尖端的部分它比起我自己的7号，我自己广岛的7号来说，它也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容易戳到该有的位置。除此以外，我觉得身为一个百元店，就是日本百元店，在日本买现在汇率差距一根只要20块，台湾比较贵，台湾要50块，但是我觉得还算是可以接受的入门款如果有朋友想要开始试试看钩织，不舍得买一支100-200块的钩针，其实是可以试试看的。然后这一款线呢，就是因为它很红，所以我买了，它是亚克力线。然后我可能也不会再购入了，我刚刚是这一颗就是用这一款线完成的，它很红，颜色很美，但是线材是我比较不爱的，就是我拿近一点给大家看，它有一点偏毛，有没有？我本身是棉线爱好者，我没有这么爱这么毛的东西。然后它本身是应该算是3大股染成的，猜一下，1、2、3，这样3大股染成的一条线，就是染成的一条线。然后如果第一次钩织，其实不太会分开，可是我们勾东西就知道很常勾拆勾拆勾错了或是想改一下，拆了以后这种线就比较容易，就是你一戳就会戳到2股的中间这样。好，不要拆的话其实还可以，然后可能不会刺，但是应该也不会暖，因为它是亚克力的。做小东西啊，或是装饰品，我觉得是 OK 啦。然后尤其像是我们这种装在里面其实也摸不到的东西，不会脏。好，所以我们今天就用它来教学咯。然后除此以外要搭配白色的线，然后白色的我们要跑中间这个纹路，然后就是2个颜色，任何什么颜色都可以。我们今天就用我买的这一球红色来做教学。好，那我们就开始咯。好，首先我们要来环形起针，这个其实也是很适合新手的一个作品因为它装饰起来都还是会很可爱，所以会基本的钩法就可以了。好，那我还是教一下环形起针。我自己的习惯，线预留一段，然后从4指、无名指和小指中间由后往前捞，
再绕回来，在食指这上面，食指和中指之间出去，回来绕一圈。好，往哪里绕？看清楚哦。先绕到手，从背后往前绕一圈，手上有2个线段，用中指和大拇指去把它固定住。好，这时候开始拿起你的钩针，从第1条线的下方过去，捞第2条线出来。出来了以后，本来是这样子的，对不对？记得转一下，转好了以后，这边我手上拿的是线头，后面这一段是工作区域，在工作区域这边往后靠，拉一个锁针，放手，就是一个环形起针。再一次哦。虽然网络上有很多影片啦，大家来了都来了，就在我这里再学一次啊！我自己的习惯，我觉得还蛮顺手，可以试试看。线，好，右手拉着，左手用左手固定，所以用左手先无名指和小指中间过来，来到中指和食指中间，往后到手背的部分。手背的部分从后往前绕，往指尖的方向绕，好，绕成2条线在食指上，用大拇指和中指轻轻的压住，这边要压住，这边是可以动的，好，后面线段是可以工作。好，钩针从第1条线下面上来，针的部分往下去捞后面这1条线，捞出以后扭一下，然后在后面这边不是线头，是后续的毛线，工作的毛线这边从底下往上捞一下，用钩针直接带出一个锁针。好，我们的环形起针就完成了。好，环里面就中间有一个圈圈，随时都会包，等一下钩织的时候随时都要包住2根线，就跟平时的短针一样，我们里面是包2根线。好，这样起针完成了以后，我们开始我们这一个作品里面会用到的，就除了本身这一个圈圈会用到的，主要是中长针啊，只有最后2针会用短针。中长针的钩织方式呢，首先钩针的针头可以先往自己面向自己，然后钩针往后靠，绕一圈，往后直接绕一圈，然后这样这时候钩针上有2个线圈，往中间这个大洞走进去，进去了以后过后面这一条撑住的线，从后面往前把这条线勾住，往上拉，往洞外拉，这个时候钩针上会有3条线。好，3条线拉齐，此时钩针再往后靠，绕一下，这时候钩针的针头弯起来的针头，请务必往下。往下的时候呢，把它手这个，因为这有3个洞要过，一次我们要3个直接拉出来，所以技巧是轻轻的往上撑一点，然后因为撑起来中间就会有一个空洞啊，其实我们看的不是很容易看到，但是会有，轻轻的往上撑一点点，然后呢直接拉出，这样就是一个中长针。第一个中长针完成了以后，帮我拿记号扣，扣住这一个我们刚刚松掉，这个是线圈，这边旁边这边有一个 V 字形，这是第1针。好，第1针完成了，我们总共要11个中长针在这个线圈里面，所以我们继续哦。好，因为刚刚线圈有拉长，以防它脱落，所以这时候第一件事是把线圈收成正常的大小，然后再一次来钩针往后靠，绕一圈进去中间这个大洞，然后往后走，往前绕一圈，
针头大部分的时间，这个那个钩针着勾起来的地方不是朝着自己，就是朝下方哦，不会朝其他的方向。所以通常我们是这样做动，手腕转动一点点而已。好，这样有3个线圈，往后靠，绕线一次拉出。好，这样2个中长针了，我们继续一直到11个，3。好，11个中长针都勾完的时候，我们先把线圈拉长。这个时候，我们要来把中间这个空洞收起来。好，环形起针就是漂亮简单的圆形，很简单，其实就是直接拉，拉了就会收小，对不对？看到这么小，你就觉得不能再收了，其实是可以的。如果你的线材是够坚固的，像是亚克力线啊，羊毛不能硬扯哦，羊毛线扯就断了。那亚克力线、棉线其实都是可以拉到收到很小的。好，收到这么小可以了，几乎看不到洞了。好，这个时候线头如果可以跟着走，就跟着走。如果不习惯跟着走的朋友，线头最后再收就可以了。好，那这个作品也不太会怕线头这边，有的朋友现在会想要打结，其实有些作品是需要的，因为它久了，它这边会松开，我其实是可以拉出一个洞。但是因为这个作品最后我们使用粘合的，所以基本上不太会有这个问题，也可以直接跟着走下去。然后不过因为最后是2片粘合，所以线头不收，最后随便打个结，粘在里面也看不到，并没有关系。好，这是最后一针。好，最后一针的下一针，圆形通常我们会做一个引拔的结合，但是在这里我们不做，我们要做一个像瑞士卷这样绕圈圈的状态，所以我们就直接往下勾第2圈，第2圈直接不要做任何的结合的动作，直接在记号扣这一针上开始工作。好，记号扣可以先拉起来。好，这一针一样是中长针，不过现在开始一个针目我们要对2个中长针，所以同一个洞要勾2次中长针。好，我们勾好第1针以后，把记号扣拿回来挂上。好，这是第2圈的第1针，然后记得第1针同一个洞我们还要再勾1针。好，2针，所以第1圈是11针，第2圈就是22针的中长针哦。来，第1个洞钩织完，到下一个洞，下一个洞也是2个中长针。好，一路钩织下去，每一个洞对2个中长针。好，到了记号扣的前一个洞，我们都勾了每一个洞钩织2个中长针，所以会到这边，现在是大概长这样。然后我们到第3圈，这个作品总共就是3圈。好，所以下一针我们一样不做结合，直接往这一个洞勾。好，我们先把记号扣拿起来，然后呢，下一个洞帮我也是钩织2个中长针，1、2，然后下一个洞，它的下一个洞帮我钩织1个中长针，然后呢，刚刚在2个中长针这边，第1针还是要刮一下记号扣哦，不然等一下转一转，尤其是这种圈钩的方式是没有听起来结合的，所以其实比较不容易，对新手来说是不容易数针数啊，所以它很重要，不然那个瑞士卷就要一直转下去了。好，接下来就是
一针是2个中长针，下一针就是1个中长针，这样循环，总共会钩织11组。不过我们只要钩织10组就好了，最后一组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哦，所以帮我钩织10组。好，接下来啊，我们已经钩织10组了。接下来我们要最后一组的时候，我想要把它拉回，不要让它这么凸，可以让它结合回来，让这一个圈圈完成。所以呢，先帮我第10组的时候，第一针帮我钩织2个中长针，没有问题。然后下一个原来是1个中长针嘛，这时候帮我钩织1个短针。好，1个短针是怎么钩织呢？短针是直接不用绕线，好，直接进针目的洞，捞出来。好，绕线捞出的时候，这时候2条线。绕线直接拉出就是短针，比较简单，它比较矮。然后记号扣这个是第3圈第1针，对不对？我们把记号扣拿起来，就是在记号扣这一针再1个短针，好，进洞从后面绕线拉出，再绕线一次拉出。好，所以等于是我们钩了10组，然后第11组的最后一针改短针，然后我们再加1针短针。这样有稍微形状比较合理的，对不对？这个时候留一个线断下来，断线，然后拉出。我们要做一个隐形的收针，好，把它藏起来，然后正好把这个断差补上。所以呢，好，拿出毛线针，这个毛线比较粗，我们用粗一点。拿出毛线针以后，来帮我做藏，就是最后把这个收得漂亮。好，穿好毛线针以后啊，我们看一下哦，我们刚刚钩织到这一针，它的下一针是这一个，然后呢，我们跳过它，我们到它的下一针，再下一针，所以是往前走1步，第二步这边穿进去。然后再来回到原来这个洞，这个洞从 V 字形的中间，然后往后穿，至少穿2条线，让它过去。这样合起来几乎就看不到了，对不对？就会变成一个圆形。其实它不圆啊，它本来就不是要圆形。然后到后面以后啊，这个作品最方便的地方就是因为它后面会被粘住，所以可以跟线头的刚开始起头环形起针的线头打结就可以了，好，不要打太紧，不然它会变形哦。轻轻的打2个结，不要散开就可以了。然后把线头剪掉。好，这个部分就完成了。翻过来，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帮它加白色的奶油纹路。好，接下来帮我拿出白色的线。好，白色的线我就没有买跟它同款，白色的线什么都可以，或是如果是像你看我这个是比较花的毛线，我就用比较深色的线帮它跑这个，所以大家自己搭配没有问题的，它是一种夹心的概念。好，首先白色的线准备好，然后先收起来。钩针帮我从中间这个洞戳下去，再怎么紧都戳得下去。戳下去以后啊，白色的线预留一点线头，大家可以打结，然后套着，从正面拉出来。好，拉出来以后，来我们先看一下，因为这个走向啊，大家有的时候会看不清楚，所以啊，我们从往回走会比较明显，就是怎么走啊？往回走是这样，我们从最后接合这边这样子往回走，走到接合这边，我们是不挖过去，我们直接绕回第1圈和第2圈中间这一条，这里，然后呢再绕回这个中心。所以啊，这边我们从中心开始的时候，就是从这里开始这样绕。
然后沿着这边过去，你看这边是这一针，我们之后我们在钩织的时候是没有结合，直接往旁边跑，对不对？往旁边直接钩织2个中长针，所以这样过去是直接这样转到这边。所以啊，我们等一下就照着这一个方式来帮它加上引拔针的纹路，很可爱的引拔针纹路，不会很困难，简简单单可以完成的。好，所以啊，一开始我们中间出来后，我们就往这边转，往旁边转，大概在接合处的这个方向。好，接合处的这个就是接合处附近，往你的应该是这个要逆时针，我们用逆时针方式转。然后这边有一个线段，我们拉出这个，先不用做什么事情，直接往下一个洞凸进去，戳进去了以后啊，在背面，好，我们来看一下背面做什么。凸到背面的时候，靠钩针往后靠线，然后绕线，然后有白色绕在它上面了，对不对？我们就抓着这个白色拉出来，好，拉出来以后就会有一个线圈，然后这个时候要下一针就直接走到它下一针的针目，好，这边可以看得出来这样一个愣，对不对？好，下一针的针目做一模一样的事，然后这一段不要太长，你看就走到这里不会太长，对不对？所以不要弄成一个怎么说错误示范，就是弄这么大，然后到下一针戳完，你拉出来就会啷不好看，太松了。所以啊，到下一针这边进去的时候，可以稍微正好用手调整一下它的松紧度，后面一样绕线，然后拉出，然后再找下一针，绕线拉出，就要这样一直走下去，帮它加一个纹路。好，起初会有点困难，因为一个在手的背，就应该说一个在做织片的背面不好控制，所以其实就多翻回来看几次，渐渐就能熟悉了。好，下一个洞，看翻回来看一下有没有绕到，然后再拉出。然后熟悉了以后，你就知道往后戳、往后绕，拉出来就是了。对。好，然后记得最后你看这边不可以跟它走同一个路，我们要往到这边，其实可以看到这个针目是往上面这边继续走的，对不对？所以记得这时候要转出去，往旁边这边走，往上走。好，也是一个针目就引拔一次，引拔针。好，看这一针经过了，然后到下一个针目，就是下一个凹陷处，直接这样戳进去拔就可以了。相信我，拔起来就会很漂亮。对，就会这样子顺顺的。好，实线的线段啊，实线的左手不要把线拉得太紧，这样子松紧其实是可以靠钩针和就是作品本身的松紧度来调整的。拉紧了就不好调整啊！如果这一个引拔拉得很紧，就织片会皱皱的，有点这样皱在一起展不开的感觉。它只是一个装饰的纹路，不需要很用力的抓它。好，我们快要到尾声了，对不对？快转出去了。好，转到这里的时候，好，大概差2针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再继续转。这个时候呢，在后面断线，然后我们一样把它抽出，好，很可爱，对不对？好，抽出以后，我们用毛线针，或者是其实也不用，用钩针也可以。好，原来这个洞，我们从后面凸出来钩针，然后绕线把它拉去，把这个线头拉去后面。这样它就自然沉下去了，或是用毛线针把它涂进去都可以。好，我们翻来背面2条线也是一样打结就可以了。1、2，好，打2个结，然后断线。好，这样这个棒棒糖的织片就完成了耶，很可爱。
然后帮我做2片这个织片，然后我们再回来钩织的部分就解决了。好，我自己实测，可是我不是老手，我不是新手，我老手了。所以呢，这个作品钩织的部分加起来，这一片大概不用很久，5分钟左右。还可以追着剧可以完成，那新手可能要稍微再练习一下，不过我想应该不算是太困难。然后帮我钩织2片，我们要来把它做合并咯，我们来把这个作品组合起来。好，然后我热熔胶热好了，你可以用任何的胶粘，但是我觉得热熔胶可能比较方便啊，方便可以把它快速的粘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先来组合。首先呢，这个就是棒棒糖的棍子，它有很多的尺寸，然后我们可以放进去比比看。我自己是觉得这样太真实太长了，我觉得挂包包的话会有点碍事。不过我自己做完觉得这个有点太短了，所以我想要一个比它长一点的长度。那大概这样好了。好，记得不要太。因为这根这么长，你剪很短，然后只有粘住这一点点，这一个部分会很软，我觉得比较容易凹来凹去不好看。所以为了要让它挺，我基本上这个棒棒糖的棍子会凸到超过中心的部分，所以大概两这样子。然后我这次想要比它再长一点点，好，不然我整根粘进去，这样就会比它长一点点。好的。好，然后2片呢，我们基本上是把它就是叠合，最后这个交界的地方差不多，中心的地方一样就好了。然后都是这样往下转，这个也是往下转。这2片我还用不一样的中间的颜色，没有看清楚哎。这个是米色，然后刚刚这一面是白色，糟糕，好好笑。好，然后呢，接下来就请把它打开，我们等一下就是这样粘合。然后拿热熔胶，然后把它涂在棒棒糖棍子上，然后粘住，转过来看一下，好，差不多就确定，稍微压一压。然后我会先把这个棍子上面部分再涂胶。粘起来，搞定。2边耶，转来转去很可爱。然后啊，接下来就是这边的时候啊，不要让胶溢出来，因为其实热熔胶毕竟就是融化的时候是可以溢出胶的嘛，所以尽量小心，我们把它挤在，就是不要挤到钩织的最外缘的部分，半圈粘。到这边以后，我是用把它挤出去的，最后就会粘合很好。好，另外半边，好 ，OK， 好，这样就已经是耶棒棒糖了。其实这样挂一个也可以当吊饰。但是棒棒糖感觉就是应该要装起来，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来把它装起来。好，首先拿出这个袋子，然后它是夹链的，对不对？好，这边是可以开的。好，所以啊，我们为了要挂这个挂钩，我就会先在这个地方转角处。好，不要太深，因为太深的话，我的吸圈不大，我怕勾不着它，所以普通就可以了。然后打一个洞，也可以先用奇异笔或者什么定位一下。然后我决定先来把这个圈圈挂上。好，这样子就是我们的外壳的部分。接下来呢，再把这支棒棒糖塞进去，一定会有一点点变形，
因为我不想用更大的袋子，让里面的珠珠有可能会掉出来之类的，塞进去可能会有点像变比较窄一点。好，在那之前当然就是要来做这件事，开心的事。然后里面我找到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糖果珠珠，超级可爱的。然后球球一定是要有啊。然后透明的这个珠珠，还有很像这个什么很像糖果，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买的这些有的没的东西。好，这里面我比较想要加就是有糖果感的东西啦，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可爱的偏糖果的作品。然后有这个软桃的，好可爱哦！我到底什么时候买的，我真的不知道。好，加多加少就看自己啦。我觉得这样好了，不要太多好了。每次都会弄到太多，来个透明的，好，够了以后，自己觉得够了以后，就把棒棒糖塞进去。塞进去以后调整一下，好，觉得 OK， 好看，这样就好了。啊，这样因为它塞住，其实上面的这些可爱的东西也不会掉出来，它会沙沙沙沙沙，但是不会掉出来，可以摇晃。然后可以把夹链的部分呢收起来，因为我很怕作品终究还是会落出去，所以我会调整好以后啊，我会粘，看大家想不想粘都可以。然后我会在这边稍微点一点胶，应该要，不能，其实应该要不是用热熔胶，但是我有点懒得去拿胶，也不想等时间，所以我就用热熔胶。热熔胶看得到痕迹，比较不好看一点。好，然后把它捏合，这样东西就不会跑出来了。好，那棒棒糖基本上就完成了，这边没有粘到好 ，OK， 耶，好，这样就不会动。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要再稍微把它再装饰的丰富一点啊，然后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我是先打一个蝴蝶结，我把蝴蝶结正好折在我刚刚有粘合的地方，就会看不到了。好，蝴蝶结就这边，好，刚好粘上。然后，我不想在外面粘什么，外面就粘一个小雪花，这边好了。好，蝴蝶结缎带的部分要记得边缘要用打火机烤一下，比较不会虚掉哦。好，粘到我的手，糟糕。好，还好，等一下拔一拔。OK， 然后我想我已经拴起来，我想把这个镂空的星星夹在这个里面。加在这个圈圈里面。我买的锡圈很厚，所以现在很难弄开。哈哈，我很讨厌东西掉，所以我都会买比较牢固的。好不容易做的，怎么可以掉，对不对？对啊，所以我就会买一些比较牢固的东西，所以它就相对来说就比较难拆解。那我决定换一个刚购买来有打开的锡圈就好了。耶，这边好，开得很开很好。然后先把它挂上。再穿上这边的洞口，好的，最后把它夹紧。好，
耶，我们的棒棒糖吊饰就完成了。如果觉得还可以再增加什么，就大家自己来装饰的，这绝对是就是可以自己创作的。还有剩这么多，好，那如果做好的成品，欢迎跟我分享哦。我看大家里面都装了些什么，然后还有各式各样的颜色。我觉得应该是什么颜色的毛线搭配合宜的话，做起来应该都蛮好看的。然后也不一定要圣诞节的，应该都会很不错，对不对？希望这2个圣诞节的作品大家都有喜欢。然后我正好也实测了大创的钩针，其实是还不错的。只是如果不是新手了，我觉得可能就比较不实用。我这2只可能会送人，或是给我们家小朋友用。对，刚开始不舍得买的时候是可以试试看的。它比大部分的市售的录制的好非常多，然后但是还是比不上台制的。我觉得台制的还是优秀一点。台制的之前我用了一款叫做 Excel 的，对，那一款我也用了好多年。那一款只是因为它的柄是硬的，但是用习惯了都没有差。那一款我用到最后金色都掉了。对，其实台制的也可以考虑，然后预算再低一点的话，大创这一款是 OK 的。好，那就这样咯，祝大家钩织愉快，有作品欢迎跟我分享，因为这2个作品都有很多变化的可能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个快乐的圣诞节，有美好的事情可以跟亲友分享哦，拜拜。